你生活在一个充满物质和现象的世界里，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微风习习，水流潺潺，梅不胜举。这些现象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呢？物理学家试图通过观察、实验和度量来探寻和这些现象相关的模式。模式可以是物理理论、规律或者原理。共有7种基本度量单位：千克度量质量，米度量长度，秒度量时间，安倍度量电流，凯尔文度量温度，摩尔度量物质的量，坎德拉度量流明度，或者说发光强度。其他单位均由这7种基本物理单位推导而来。物理学使用模型描述现象，模型可以设计成模式或者图案、计划、陈述或者描述，以表征物体、系统乃至概念的结构或相互作用或方式。模型帮助科学家提出假说，假说是基于先前的科学研究或观察，假说是可以被验证的。物理学家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科学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物理学家遵循一个普遍接受的研究步骤。首先，观察和收集问题相关的数据，其次，用公式或明确表达假说，并且客观验证假说，再次解释结果，或者如有必要则修改假说，最后得出结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自然科学包括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和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则囊括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和其他门类。地球科学涵盖地理学、气象学和其他。物质科学分为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有7个领域：力学研究物体受力、运动及其力和运动的关系；热力学研究热能和其他能量之间的关系；电磁学的关注点是电流或电场和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光学研究光及其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辐射在介质中的传播和折射特性；波研究扰动或振动通过空间时间的传播并伴随能量转换的行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针对牛顿物理中物体能量或速度接近光速的情形，而量子力学则描述原子和亚原子粒子的物理特性。物理学是基础学科之一，没有科学家不会用到物理学，包括化学家要研究分子的结构，考古学家要重现恐龙如何行走，气候学家要研究人类行为如何影响大气和海洋。物理学同时也是所有工程技术的基础，没有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工程师不可能设计智能手机、星际飞船、机器人、机器、大楼、计算机，甚至一个好的捕鼠器。比如说，你可以在小轿车上发现很多应用物理学的例子。高效发动机及其冷却液同热力学相关。
车大灯和后视镜涉及光学，电池、启动机和车大灯涉及电磁学，减震器和扬声器利用机械振动和波，车轮的转动和轮胎摩擦力为车子提供牵引力，利用的都是力学。甚至奇异的量子力学也用来方便你的日常生活。一个最普遍的应用是智能手机通过互联网导航你想去的地方，但是 GPS 系统依赖于量子物理学。GPS 卫星群中的每个卫星都内置了原子钟，这些原子钟基本上依赖量子物理学。钟的秒长定义为微波振动驱动的色原子量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9192631770个周期所持续的时间。所以通常来说，你每次用手机导航从 A 地到 B 地，你实际上就是用到了量子物理学。整个计算机行业基本上立足于量子物理学的原理。所有的半导体器件都是基于固体的能带，而这个能带依赖于量子力学。人类之所以能操作硅的电子特性，就是因为基于量子力学认识到电子是波的本质。光纤通讯的原理也依赖于量子力学。先不说光纤，用以在光纤中传播信号的光源是激光，而激光恰恰是量子器件。